麥克阿瑟的聖誕攻勢變成了聖誕大潰退，美軍10天敗退300公里，連集團軍司令都死在了撤退路上。明明武器、補給、制空權全佔優，美軍為什麼會敗得這麼慘？如果還沒看過完整內容，點擊頭像進入主頁，找到上集觀看。這集咱們接着往下看。整場戰役的核心邏輯就是誘敵深入，分割圍殲。第一次戰役取勝後，志願軍故意藏起鋒芒，主動往後撤，一邊節節抗擊，一邊示弱，沿途丟些舊裝備，放戰俘，傳假消息，就是要讓麥克阿瑟覺得志願軍兵力不足，不敢再戰，放心大膽地拉長戰線往北衝，乖乖鑽進預設的口袋陣。等美軍隊伍拉得又長又散，側翼完全暴露，志願軍才突然出手，不跟美軍正面拼火力，專挑戰鬥力弱的南朝鮮部隊下手，撕開突破口就立刻往縱深猛插，先掐斷退路，再把敵軍切成一小塊一小塊分段吃掉。西線插3所里，龍源裡鎖死美軍南逃通道，東線把陸戰一師分割在長津湖各個據點，用的都是同一個思路。這套打法剛好戳中了美軍的軟肋。美軍的優勢是重炮、坦克和空中支援，可一旦被切斷退路，困在山谷公路上，機械部隊反而成了累贅。坦克轉不開身，飛機分不清敵我，不敢亂炸。補給線一斷，整支部隊都要癱瘓。志願軍就靠夜戰、近戰貼上去打，和敵人攪在一起，讓美軍的重火力根本不敢隨便開火。第9兵團15萬人秘密入朝，美軍的空中偵察愣是沒發現大部隊動向。113師穿插3所里，乾脆去掉偽裝，大白天沿公路行軍，敵機真就誤以為是敗退的南朝鮮部隊，全程沒有轟炸。中國志願軍算準了對手的判斷，把有限的兵力集中砸向敵人的薄弱處，用穿插迂回打亂對方的整個部署。裝備差就不正面拼火力，而是打亂敵軍的建制，掐斷補給，讓他們有裝備也發揮不出來。整場戰役下來，志願軍共殲敵3.6萬餘人，其中美軍2.4萬，一舉把戰線從鴨綠江邊推回了38線，徹底扭轉了朝鮮戰局。如果喜歡本期視頻，別忘了點讚、轉發和關注，我們下期再見。